有缘人，不要干涉他人的命运。所有试图去拯救他人命运的人，都会被极大程度的吸血，或者是被攻击。这个是修行道路上的一大魔考，叫做拯救者陷阱。因为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教育者、引导者或者拯救者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你是把对方摆在了下位者的位置，把自己摆在了上位者的位置。然而没有人会真正的愿意去做一个下位者，所以你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对方会非常的依赖你，什么事情都指望你去帮他，并且把这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不帮他了，他反而会来怨恨你，对你滋生出一种恶意，这就是被吸血。第二种就是会被对方攻击，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比如说我们修行是要向内求，但是你会遇到很多人来找你帮忙，他是抱着外求的心理的，他希望你能够给他一个直截了当的东西，让他直接能度过难关。然后你告诉他你要向内求，你是希望他能够少走弯路的，但是对方反而会来评判你，说你歪门邪道之类的。第二，为什么不要干涉他人命运？因为你实在也无法干涉他的命运。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的内在的信念创造的，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这个我之前的视频也分享过，但是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盲区，每个人在没有觉醒的时候都无法意识到我的内在其实是有一些东西在的，他会觉得世界客观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观点，我的认知就是正确的，你的就是错的，就是毁三观的等等。一个人能否改变他的命运，其实就在于他能否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认知。而改变一个人认知这种事情，也只有他的生活能做到，也只有他自己能做到。光靠别人去跟他讲道理，去教育他是无法做到的。比如说，举个例子，相信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的人真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我考个大学就能获得一份好工作，我只要考公上岸了，我就能改变命运了。他觉得这就是一种真理，他非常相信，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他内在的一种信念。我们知道今天时代已经变了，光靠机械式的努力能够争取到的东西已经比过去少了很多了，所以有一些非常努力的、非常卷的人就会越活越焦虑，越活越痛苦，越想得到就越得不到。这其实就是命运给你的一种提醒，他在告诉你说，你内在的信念其实并不是真理，你需要打破这种信念，你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你才能体验到更丰富、更宽广的人生，你的灵魂才能够升维，这才是符合你的灵魂更高利益的事情。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仅仅是为了肉身的种种享受而存在的，它其实也是为了灵魂的进化而存在的。所以这也是命运最为残酷的地方，就是只有当你的生活遭遇到了挫折了，遇到障碍了，你很痛苦了，你才能够意识到我现在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
如果再有旁边的人一提醒，那就好了，改变就会发生得很快。但是当一个人活得顺顺当当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这些东西的。所以你的力量永远无法超越别人命运的力量。任何试图去改变他人命运、干涉他人命运的事情都是白费力气。所以说法不轻传，道不见脉，一不叩门。别人真正需要来主动寻求你的帮助，或者说来购买你的帮助，那这个时候你做得到你就帮，这个对双方都好。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经过修行我已经开悟了，我觉得谁很可怜，我恨不得要去拯救他，要去教育他。这个时候别人只会觉得你说的话很刺耳，而且反过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内修的机会，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有想去教育别人、说服别人的冲动的时候，你就需要问问你自己，我内在是否有这种想要当上位者的欲望，想要去控制他人的欲望？我为什么无法做到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呢？是不是我对他人也是有评判的？我认为他是弱小的，是无力的。这背后是否有一种傲慢存在？就是贪嗔痴慢疑里面的慢，也是五毒之一。所以当你在帮助他人，然后被攻击或者是被吸血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受了，那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提醒。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要去更新原本的局限的信念，要去进化，要去看到更深层次的真相。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启示，相信众生本就有具足智慧，相信他们的命运都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平等性。而且当你是这么去看待他人的时候，你其实也在这么看待你自己。因为人是无法给出任何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所以这意味着你的内在其实也同样相信，我自己也是具有从一切的经历中获得启示的能力的，我的生命也是安全的，它会让你的内在获得极大程度的安宁。有人不相信轮回，一年四季便是轮回；有人不相信因果，贫富美丑就是因果；有人不相信无常，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就是无常。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恕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在这纷杂的人世间，太多的人似乎从未真正知晓因果的存在，他们肆意而为，全然不顾个人行为，结果今人唏嘘不已。其实每一次的起心动念都会种下相应的因，比如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计较着一时的荣辱，却不曾意识到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果早已悄无声息地将世间万物都笼罩其中。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凡不一，不管你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僻乡野，只要种下了因，或善或恶，都必然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迎来与之对应的果。而当下所受的一切，无论是顺境中的喜乐安康，
还是逆境里的困苦磨难，皆是曾经种下的因所结出的果。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慎之又慎，因为因果会循环，从不疏漏。当你放下了别人的因果，你就赢了。首先，究竟什么叫因果？凡是劝不动的、拦不住的，那就是命。只要这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走，这个坑他必须得填，这个劫他必须去经历。你若打扰别人的因果，不允许别人受自己该受的苦，就是在逆天行道，那么这些苦最终就会由你来承担，业力都会转嫁到你身上。因此千万不要去打扰他人的因果，也不要轻易去度人。当别人向我们求助时，我们在帮助他，告诉他该怎么做，这叫教导。如果别人没向我们求援，我们却主动告诉他怎么做，这叫做教训。教导会带来感激，但是教训会招致怨恨，因为这在对方眼里是一种炫耀，会让对方觉得能力不如你。你的好心未必带来好处，反而会给自己招致灾难。还有一点要切记，当你的认知超出了对方，他就会本能的防卫和抵抗，因为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的尊严不可被侵犯。很多人仗着有经验、见识多，就喜欢主动指点别人、教导别人，以为这样做会得到别人的感激。殊不知，这种倚老卖老的心态不但无法得到感激，而且还会让被教的人以为你在训他，对你怀恨在心。你的好心未必是他们需要的。试图去改变、纠正、唤醒别人，是一个人最大的执念。烂泥爬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扶上墙；咸鱼躺得好好的，你非要给他翻个身；朽木活得好好的，你非要把他雕成材。究竟是他有执念，还是你有执念？允许身边的人犯错，看着他们接受惩罚，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也是一个人最大的慈悲。哪怕是兄弟、夫妻、父母，都不要试图改变他们，否则你会被牵连进去出不来。一个人的觉醒，依靠人提醒，99靠的是社会的千刀万剐。人不是被叫醒的，是被痛醒的。更何况绝大部分人活着都是为了睡得更香，而不是为了觉醒。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人教人，学不会，是教人，一次就会。道法虽宽，不渡无缘之人；天宇虽广，不润无根之草。永远记住这几个字：法不轻传，道不见脉，师不顺路，医不叩门。知因果才会懂敬畏。人有了足够多的经历，看过了足够多的事情，才会明白，以往所有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种种都是有因果牵连的。
因为因果本就是宇宙中存在的一条道理，适用于任何事情任何情况。只有懂得了这一点，人才会有敬畏心，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限制。说一个例子，如果你自己最近的心态不好，遇见的麻烦事情比较多，不妨仔细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都是来源于哪里？任何事情都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你身上，任何恶果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被你承受，只是你的认知不全，又或是知识面不够广，才发现不了里面的因果线。假如有个人快掉下悬崖了，你立马拉住了他，可他却坚决撒手硬往下跳，你有什么办法？很显然，你没有任何办法。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助人经历，大概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四处托关系，帮亲戚孩子打听合适的工作，可对方不领情也不配合，自己手头也不宽裕，咬咬牙给朋友借钱，结果陷入了借钱的无底洞。一直好心在同事上班，不给钱就算了，结果反被埋怨，害他上班迟到。偶然看到一句话，万物有灵，都有自己的能量场，不要随便去扰动他人的磁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功课，不要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背负他人的命运，否则损耗的是自身。你的灵魂意识能量影响因果，只有一的人才知道的宇宙法则。如果你稍留心观察，会发现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除了我们看得到的，还有一些需要我们细心感受的，比如好像时间在缩减，还有现世果，显化目标来得特别快。过去老人总是说，一个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等到下辈子就会有报应。年轻人总是听完不以为意的一笑了之，但是近几年现实果报这样的现象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比如你今天对别人发怒责骂，明天没准就有单位领导或者其他人来训你一顿。这还是小事儿，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关于因果律，儒释道三教经典都有详细的记载。古人云，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还有言，一念起天地皆知。这似乎与量子力学、量子纠缠也能对得上，即一个念头起，超过17秒就会拥有成像的基础。经典案例、古籍历史、圣哲教诲，古人对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深信不疑。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捧科技、逻辑论证，人们质疑因果，拥趸科学、宗教、信仰。因果甚至被打上反科学的标签，一度宗教与科学之间似乎被强行划拨了一道鸿沟。宗教与科学之战，首先由中世纪欧洲的科学家们站出来挑战宗教权威开始。他们提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等新观点，狠狠触动宗教的神经。伴随伽利略、
布鲁诺等先驱的被迫害。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冥冥中似乎也拉开了因果循环的大幕。渐渐到了今天，宗教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这当然归功于时代的进步，人们认识也逐渐打开。西方很多科学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与案例，为宗教中很多观念提供了科学支持。因果报应并非空穴来风，真实不虚，且科学站队。有一项著名的美国科学家长期追踪的研究，揭示了因果律的深刻内涵。科学家们选取了近万个样本，历经9年的追踪，发现那些少年时期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人，他们早期体质健强，看似无恙，但随着时间推移，健康状况逐渐每况愈下，远低于同龄人，并且这种状况非常普遍，在不同种族阶层，并且包含有健身习惯的人群中都得出一样的结论。最后，科学家公布了科学结论，就是善行善念能够延长人的寿命。而这个结果的原因，则与被观测者们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联系。科学家们在神经化学领域发现了这种现象。当人们具有不同的想法和积极的思考，人体内会分泌使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也会变得活跃，因此人就不太容易生病。相反的，心态消极，经常处于负面情绪之中，会导致身体分泌毒素，而这些毒素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当正面持续存在时，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强大，但是当有恶意和消极的思想时，人体走的就是相反的神经系统，这时人的消极系统会被激活，而正向系统会被抑制，那么身体机能的良性循环自然就会被破坏。因此，善良和诚实的人往往更健康，寿命更长。当然，可能有些无神论者会认为这些只是心理暗示的作用，道德都是人自己制定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但实际上，科学家们最近研究已经发现，善恶其实是有着不同的能量频率和物质特性的。比如刚出生不久，没有经过观念教化的婴儿都有着善良的本性。再比如，当人要说谎欺骗时，无论表面上情绪如何稳定，但是生理状态都会出现不由自主的变化，而且都能被精密的测谎仪监测到。这表明了人的机体似乎是在遵循着某种客观的特性在运转，不是以人的思想状态被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测谎仪能够准确地检测出一个人是否在说谎的原因。因为不管你的心理素质多好，身体都会因为邪念而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前面的影片我们分享过，宇宙万物的本质是能量，一切都是靠能量运转和维持。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一定的意识水平和能量层级。霍金斯的研究表明，人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身体的振动频率不同。他把这个区间划分为200至1000的范围，200以下的振动频率低会削弱影响健康。他还发现
正念和善念会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改变身体中粒子的振动频率，刻意改善身心的健康。而那些邪念、消极的念头会导致身体频率降低，说明我们正在削弱自己，对人的健康非常不利。所以呢，善行会产生正念，恶行由恶念滋长，善恶有报，因果律已经超越了有神论所倡导的价值取向，而是整个人类在这个基础上的发展和生存的规律。在这场思想的角逐中，看来又是古人获胜。不仅如此，古人还在此之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说法。科学倾向于认为宇宙源自一个原点，即古人称为无极的先天混沌状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道家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现代宇宙起源学的探索中，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宇宙源自一个不同的起点，即被称为无极的先天混沌状态。随后太极从无极中孕育而生，进而分化为阴阳两仪，再衍生出四象。这一过程恰似老子所言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形成，那么万物在初始之时皆是同一物质的不同片段，彼此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然也是这浩瀚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念天人合一相契合。古人深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存在着紧密的和谐统一。相传在汉高祖时期就发现了煤炭这一能源，但是统治者却禁止继续开采，就是他们认为破坏攫取自然环境必然招致天灾人祸。这一思想由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认为人的行为能够感应上天，善行的善报，恶行则招恶果，世间万物皆由上天有目的地安排。我们的先哲早已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洞察到宇宙与人生的统一性，而佛家对于宇宙真相本质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因果报应更准确地说是因果律的体现，它是宇宙固有的物理运动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佛家对因果报应的坚持与肯定，展现了其对宇宙法则的深刻理解。现代人们集体信仰缺失，他们不畏因果，难道是勇猛无畏吗？实则是源于无知，没有明灯指引，也不忌惮作恶。为什么现代社会那么多问题？焦虑、抑郁、躁狂，邪念太多，正气不存，身体能量严重消耗，生命状态下行而已。他们思想与行为失去了约束，肆意妄为，于自己不爱惜身体，具体表现在饮食、作息上，于父母不善行孝礼，于社会无报效之心，于别人自私狭隘而无利他之心，甚至坑蒙拐骗，罪行种种。而一个深信因果的人心中自然有一份敬畏与惭愧，
他们谨言慎行，绝不会轻易行凶作恶，反而那些不信因果之人则缺乏这份敬畏之心，做起坏事来毫无顾忌，只要不被发现便万事大吉。他们只图眼前之利，不顾长远之计。由此可见，不信因果之人越多，社会问题也就愈发严重，而因果律的循环法则，简而言之，便是万物运行的轨迹终将回归起点，仿佛一场从哪里开始便回到哪里的旅行。你曾种下什么样的因，必然也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最后尘归尘，土归土，不过是因缘和合一场。曾经所有的处心积虑抵不上一场因果，就如哈雷彗星每隔70年便精准地回归太阳系，它掠过地球的天空，而后再次融入太阳系的怀抱。太阳携带着群星围绕着银河系的中心缓缓旋转，这一旅程之长需耗费地球几百亿年的时间方能完成一圈，但即便如此，它们也终将回到起点，而银河系本身就在更为宏大的宇宙中继续着它的旋转之旅，如此这般永无止境。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分享给你：人世间就是给所有灵魂布置了一个大考场，在考场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进行闭卷考试，这场考试的难度极高，注定会淘汰掉一大批人，只有那些真正优秀、坚持不懈的灵魂才能脱颖而出，获得高分，这是灵魂的积分。天道中有句耐人寻味的话：若世间非黑白颠倒，岂能为人间？那应是天国之境。佛家亦云：众生皆在颠倒梦想中，能超脱颠倒者，便是佛菩萨之境，且定能在这场生命的考验中脱颖而出。而语言能量影响因果，从玄学和能量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并非仅仅是空气的震动，它其实是一种蕴含着强大能量的信息载体。每一句话，无论长短，无论善恶，都携带着特定的能量频率，向外传递着我们内心的状态和意念。当我们说出积极、鼓励、善良的话语时，就如同向周围的世界播撒阳光和温暖。这些正面的语言能量会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不仅让他人感受到愉悦和支持，也会反过来滋养我们自己的心灵。相反，当我们口出恶言、抱怨、指责时，释放出的负面能量就像黑暗的乌云，会笼罩在我们周围，不仅破坏他人的心情，也会让自己陷入消极的情绪漩涡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能量的回响。比如，当你真诚地赞美同事：你这次的方案做得太出色了，思路清晰，创意十足，真的很佩服你。对方会立刻感受到你的认可和尊重，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对你的态度也会更加友好和热情。而你自己在说出这句赞美之词后，
内心也会充满愉悦和满足感，仿佛也分享到了对方的成功喜悦。这种积极的语言交流，就像在人际关系的土壤中种下了一颗美好的种子，会开出友谊和合作的花朵。反之，如果你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同事恶语相向，你怎么这么笨，这点事情都做不好，真是太让人失望了。这样的话语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刺痛对方的心，对方可能会对你产生怨恨和不满，甚至在未来的工作中对你产生抵触情绪。而你自己在发泄完负面情绪后，内心并不会感到轻松，反而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冲动而陷入自责和后悔之中。这种负面的语言交流，就像在人际关系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冲突和矛盾。口业对命运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实现的。我们的言语首先会影响到身边的人，进而影响到我们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良好的口业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为我们的事业发展、生活幸福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不良的口业则会破坏人际关系，让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工作中，一个总是喜欢两舌、搬弄是非的人，会让同事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导致同事之间的信任破裂，团队合作出现问题。最终，他自己也会因为失去同事的支持和信任，在工作中处处碰壁，难以获得晋升和发展的机会。相反，一个懂得谨言慎行、善于用积极语言鼓励他人的人，会赢得同事们的尊重和喜爱。他的积极态度和正能量会感染身边的人，让整个团队充满活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团队中，他自己也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帮助，事业发展也会更加顺利。口业还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心态和思维方式，长期习惯于说消极、抱怨的话语，会让我们的心态变得越来越悲观，看待问题也会更加负面。这种消极的心态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让我们错失很多机会。而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口业清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语，我们的心态也会变得更加乐观开朗，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从而更容易抓住机遇，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3. 你的福报藏着因果。世间万物皆非偶然，每一份得到都有其必然的前因，每一次失去也不过是因果循环中的一环。正如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自然界的规律如此，人生的轨迹亦复如是。我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都在无形中塑造着自己的未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并非凭空而来，皆是过往善行的回响。
是因果律下自然而然的馈赠。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那些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对你关上了门，但请相信，每一次逆境的磨砺都是生命对你的一次锤炼，是为了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以更加坚韧的姿态迎接属于你的曙光。这些看似不幸的遭遇，实则是福报的一部分，它们藏在因果的深处，等待着你去领悟，去珍惜。而当我们身处顺境，享受着生活的美好与安宁时，更需铭记，这一切并非凭空而来，它或许源于你往昔的善行，或许是对你坚持不懈努力的回馈。因此，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事，便是对这份福报最好的回应。同时，也要意识到，福报并非永恒不变，它需要我们不断的维护与滋养，方能细水长流，源远流长。因果是世间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世人常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并非空洞的慰藉，而是因果法则最直接的体现。那些看似偶然的幸运与不幸，实则是过往行为累积而成的必然结果。有人一生顺遂，那是因为他们曾以善意待人，以勤奋立身；有人屡遭坎坷，或许正是过往言行中不经意间种下的苦果。在人际交往中亦是如此，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善意的举动，都可能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缕阳光，种下善因，收获善果。反之，恶语相向，冷漠无情，则会种下恶因，最终自食其果。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以善为本，以爱为舟，方能驶向幸福的彼岸。面对因果，我们或许会有遗憾，会有不甘，但更重要的是学会释怀。释怀并非忘却，而是深刻理解并接受每一个因果背后的意义，从中汲取力量，继续前行。正如四季更迭，春花秋月各有其时，每一个阶段的存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美好。让我们以一颗平和而坚定的心，拥抱每一个当下，无论风雨还是晴天，都相信这是因果最好的安排。你的福报藏着因果，这不仅是对生命的一种深刻洞察，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温柔提醒。人的运气好坏原来都有因果。我们经常听到好多成功人士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习惯说是自己的运气好，但是运气这东西又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什么有的人运气好，有的人运气差呢？佛家讲一切皆有因果，人的运气好坏是什么在决定？4.1命运是一连串的选择。实际上，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这些选择串在一起，就叫做命运。一个选择对了，
再一个选择对了，连续3个选择对了，真的很好运。但是我们往往是一个选择错了，逼得你又选择了第2个错的，然后第3个也不得不错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陷得太深了。所以为什么说时那么重要，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到最后讲时也，命也，时到了，你还没醒过来，就是你的命运了，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的路不但四通八达，而且种类非常之多，大家一定要做好选择。现代人最需要的就是做好选择，知道自己到底要走什么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同一时间去走2条不同的路，也不可能走错了再回头重新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能力则是不平等的。不是会不会选的问题，而是因为累世的业障和智慧形成某种程度的限制，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最好告诉自己，凡事尽人力以听天命，随时随地用心寻找合理点，做出正确的选择。若是如愿以偿，当然十分愉快，万一谨慎小心，仍然有所偏差，未尽如意，这时候就应该了然于心，这是自己前债未还，或者积德行善还没有尽心尽力，才有这样的结果。当然，人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活到老就应该学到老。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重要的课题之一。如果面对爱情、财富、健康、青春、工作和死亡，要选择哪一种？答案是每一个人自己心中有数，别人很难代替决定，也不一定猜得准确。4.2 人生是阶段性的调整。人生是阶段性的调整，调整顺利叫做运气好，若是不顺，那就是运气不好。气是自己在运，所以我们不怨天，不尤人，要经常反求诸己才好。随着未来的变化，我们必须依据自己所建立的原则，做合理的调整，产生一些有效的应变措施，不是毫无原则的应变，也不是习惯性的一成不变，而是持经达变，也就是有原则的应变，才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功夫。持经达变就是原则有所不变，而措施有所变。换句话说，不可不变，不可乱变，不可乱变，一直要求愈变愈好。所以变的时候最需要改善意识，每一次改变都要变得比上次更好，不容许变得更糟。大学上说止于至善，便是愈变愈合理，愈变愈符合天的自然法则。王阳明则认为善就是良知，一切凭良心，便能止于至善。成功的人无不择善固执，见不善而迁过改善，可见改善意识是多么重要。一般而言，世界上的事情大概都是必然，很少是偶然，但是看不清的先兆
事前无所警惕，无所准备，就觉得十分偶然。事情既然大多是必然的，而且循序渐进的发展，那么警觉性高的人当然能够及时看出先兆，逐渐加以调整。由于事缓则圆，才能获得比较圆满的结果。譬如开汽车，公路的转弯大多是小角度的改变方向，我们顺着它的角度轻微的调整方向盘，即可和缓而安全的前进。如果不轻微调整方向盘，等待发现路已转向，这才急速转动方向盘，恐怕不是自己撞上路旁的护栏，便是拉不回来，冲上路中央的安全岛。微调整才可以避免大变动，无论为人处事都能够得到较佳的效果。我们最后采取合理的调整，以求取合理的效果。问题是合理不合理实在很难讲，所以我们用微调整来尝试。一次微调整之后，赶快看效果，不够再次微调整，还不够再来一次。4.3 习惯便是我们的运。人人都有 DNA， 表示人人都有命。个人的 DNA 排列组合并不相同，表示个人的命不一样。但是人与人之间的 DNA 排列组合虽然不相同，却都相差无几。可见每一个人的命其实都差不多，人人各有一条命，不过活那么几十年，能差到哪里去？命即是我们的性格。孔子说性相近也，已经说明大家的命相去不远。蛋白质的种类非常多，每一个人又依据各不相同的 DNA 密码产生不同蛋白质的组合，因此造成个人的运有相当大的不同。孔子说习相远也，习惯便是我们的运，彼此的差异性很大，证明个人的运差得很远。蛋白质的组合随时都在改变，好比后天的环境。往昔安土重迁的时代，不肯轻易迁移，环境还单纯一些。现代交通便捷，各种物资迅速交流，加上人心求新求变，环境十分复杂，运气也跟着多变起来。改变习惯是改运的最佳策略，习惯一改变，运气就跟着不一样了。樊先生深切反省，自己具有不能积功累行，不肯修复，性情急躁，不能容忍，爱使性子，说话随便，不负责任，一点脏东西都不能忍受，常常发脾气，待人刻薄，喜欢论人是非，饮酒过度等等一大堆坏习惯，所以不能担任高级职务，也不适宜生育子女。然后诚心诚意地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当然很快就改变运气，因为看出自己命中的另一条路径，便兴起进学读书的念头，加上彻底改变不良的习惯，多多积善，自然另有一番新气象。5. 人这辈子有6种因果，不论你是否喜欢，都要承受。因果循环，
缘聚缘散，都是天意。世人身在因果当中，不论拥有什么样的命运，都不得不经受因果。因果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就像春耕秋收一样。春天耕种，这是因，而秋天收获，这是果。有前因，必然就会有后果。人这辈子有6种因果，不论你是否喜欢，都只能承受。5.1有什么样的父母，原生家庭决定了成长过程。在这个世界上，谁能选择自己的亲生父母呢？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是谁？这是老天爷给我们安排的，而亲生父母又决定了我们所处的原生家庭，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有的人出生在书香门第，在有文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有的人出生在底层家庭，成天接触到争吵、家暴、父母不和的戾气。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公平，其实这公平得很。不同的命运倾向于不同的因果，老天爷让你去到这个家庭，跟这对父母在一起，必然有其深意。5.2不同的人生阶段，到底遇到谁，都是缘分使然。随着我们进入到学校读书，就会遇到同学、老师以及其他人，而这些人事先我们都是不知道的。随着我们到了职场打拼，就会遇到同事、领导、老板以及其他人，而这些人事先我们都是不知道的。随着我们到了适婚的年龄，就会遇到不同的异性，然后则其一结婚生子，而跟谁在一起，事先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事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缘分使然，该遇到谁，不该遇到谁，该跟谁结婚，该跟谁分手，看似我们说了算，实际上是缘分的指引。5.3有什么样的性格偏好，就会走什么样的道路。相信我们都听过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既然性格决定命运，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呢？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成长环境的因素。先天的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基因天赋，后天的成长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三观，选择综合在一起，就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以及人生道路。你性格坚韧，而他性格软弱，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不要抱怨自己的性格，因为不同的性格都有好有坏，只要扬长避短就够了。5.4有什么样的认知，脑子就会有多高的人生上限。如果说决定人生下限的是当事人的家境，那决定人生上限的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认知，脑子。正如《教父》中所言，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可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脑子清晰敏锐，转速极快，必然可以抓住机会，有所收获。反之，脑子糊里糊涂，比别人慢半拍，大概率就会贫穷落魄。所谓一个人的认知配得上他的苦难，就是这个道理。认知高，苦难就会少，而认知低，总是糊里糊涂，那苦难就会接连不断，怨不得别人。5.5人这辈子是带着使命而来的。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人物有大使命，小人物有小使命，可不论是大使命还是小使命，都需要当事人去承受完成。秦始皇统一6国，这是他的使命；汉武帝扫平匈奴，这是他的使命；唐太宗征服四方，这是他的使命；宋太祖黄袍加身，这是他的使命。你当下的想法，想要做什么事儿，有什么样的欲望，都是你的使命所带给你的感知。就像秦始皇你一般执着消灭6国，莫过于此。我们虽然都是普通人，但命运的轨迹里边早已蕴藏着我们的使命。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结果不论成败也都无憾了。5.6 每个人到最后都是自作自受。曾仕强教授说过，人生就4个字，自作自受。一开始你做了什么，到头来你就需要承受什么。一个无恶不作的小人，肯定天天担心被人报复，睡不安也吃不好。一个安守本分的老实人，虽说赚不到大钱，但也心安理得，不怕半夜鬼敲门。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这个道理。恶人会被更强大的恶人折磨，良善之人会收获到良心给自己带来的平静。现在做了什么，未来就会发生什么，未来发生了什么，未来的未来就会出现什么。人生的因果一环扣一环，直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是因果，循环不失。你同情谁，帮助谁，你就会背负谁的命运。这叫介入他人因果。善心这个东西是要分人的，你给对了就会得善果，如果你给错了呢，就会得出恶果。所以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不要随意释放你的善心。老话说过，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它是有道理的。对一个自我认知不够清晰的人来说，你给他提供长期的这种帮助，他就会把你的好意当成是理所当然，甚至说他会以为你是在讨好他。这就是人性。当有一天你不再给他提供帮助的时候，他会反过来记恨你。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当你介入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轨迹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就很有可能会错失他原本觉醒的这个机会。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好心办了一个坏事呢？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的周围，就那些有钱人或者是层次很高的人，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睁睁看着你犯错，但是从来不会主动地指点你，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要知道，指出别人的问题是一件十分消耗自己能量的事情，你需要消耗时间和精力去给别人化解问题，同时还要去对抗别人的情绪，这就是消耗。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改变一个人的方式是什么？不是说服，而是影响。天宇大，不润无根之草，道法宽，只渡有缘之人。万般皆苦，唯有自渡。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放下助人的情节，尊重他人的命运，好运自然就会离你近一点。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生活这场答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题目，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解法。有的人喜欢狼吞虎咽，有的人喜欢细嚼慢咽，有的人为了车房拼了一辈子，有些人买辆摩托车走遍大好河山。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的答案，更不能试图改变他人以适应自己的期待。井蛙不可语海，因为完全超出了他的视野；夏虫不可语冰，因为完全超出了他的生命。更残忍的是，当你的认知超出了对方，他会本能的防卫和抵抗，妄图拯救不值得的人，是一种无谓的消耗。咸鱼躺得好好的，也不一定要帮他翻个身；朽木活得好好的，也不一定要帮他雕成材。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重要而艰难的功课是允许活在真相中，承认真相，允许每个人如他所示，允许父母没有自我，整日活在无尽的操心之中，允许伴侣时而摆烂，不懂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允许他人受苦、犯错、不完美，因为这些也是他们的权利。很认同一句话，能让人做出改变的不是道理，而是南墙，是弯路，是在跟头。每个人的每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有些事经历了才能成熟，有些难关闯过了才能蜕变。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好心去代替别人成长，让自己成为自己，让别人成为别人。经历他该经历的，修行他该修行的，不妄图去解决别人的人生课题，更不要陪跑别人的糟糕人生。你要做的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禾苗每天生长1厘米，你嫌慢就给拨高，结果禾苗全死了。助人为乐本身虽好，但未必真的会成就好事。做好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修行。只渡己不渡人，并非生性冰冷，只是一种利人利己的清醒。余生不干涉别人的选择，不同情别人的命运，不控制别人的人生，管好自己，莫渡他人。
可以解决人生80的烦恼。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相信因果，尊重命运。愿你心怀光明，行稳致远，一路平安顺遂，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